好，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以巴这边的一个最新发展。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哈马斯也直接在公然的呛对方了。因为以色列呢，他们提出了反击之后，现在呢，他们也空袭加萨走廊这边，哈马斯就直接讲了：你这样子对待我的子民，那我就公开的处决人质，说你炸一次，我就动手一次。双方的话都讲得非常决绝。实际在前线状况是什么？透过这一段记者的连线画面，你可能感受更深刻。To Gaza,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at? What can you report at this stage? Please take cover. If you are in a position to do so safely, you can explain to us what we're happening. If you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do so safely, Yes. then please get to safety. No, it's okay. This is a missile attack on Palestine Tower, right in the middle of Gaza City. 好，直接就在市中心这一边发射火箭。那你可以看到记者呢，当然他都会。那个是直接的，在你身后，在你后方就直接发生了这么样一个事件，最直接的反应跟画面。百姓呢，百姓在这边生活的百姓目前的状况，但你也看到最新的是在加萨这边，目前已经造成了近690人死亡，3700人受伤，数字可能会随着这些行动不断的攀升。以色列这边呢，纳塔尼亚胡他们已经直接的讲了，就是要颠覆中东，说以色列已经开始展开行动，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么目前呢，说地面攻势是不是真的已经在倒数计时当中了？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已经短短的在2天的时间之内动员了30万名的后备军人。要知道他们是全民皆兵的一个国家。好了，那再来看到现在呢，说要直接挺进加萨走廊，对哈马斯这边发动一个地面攻击。好，两边都开始开战线之外，有一个地方是不是也加入战局？从地图上面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哈，原因是因为呢，当年因为历史上面联合国等等各方的决议，结果呢，让以色列它现在是处于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在加萨走廊这边呢，则是目前在哈马斯这里，巴勒斯坦他们很多人所聚集的一个位置，战火就在这边发生。可是现在是不是北边的黎巴嫩他们也要加入这一局？原因是因为黎巴嫩这边的真主党呢，他们现在说，我也要开始来声援了吗？在以色列北部、黎巴嫩南部两军出现交战，以色列已经直接回呛了。如果你要玩的话，我陪你玩到底，我会把你打回石器时代。同时，他们也证实了，说呢有直升机，他们是直接的突入黎巴嫩来进行攻击。在边境这边有28个城镇的居民已经赶紧先找地方来避难。这一场战火到底什么时候会停止？以巴这已经是长达50年来、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而且现在大家在观望的是美国的态度。你要看到的是美军他们是不是真的会直接伸出手来帮助以色列？好，现在呢他们说严正否认这么一件事情。Austin 的讲法是什么？他说他们现在派最先进的福特号来到了东地中海这个地方，也就是呢，在加萨走廊这边的东边，福特号现在停在这边。但是他强调说，我们不会派地面部队来加入以色列。可是他们如果有需要军事或者是资源方面的援助的话，我们会给予。那表示美国你的角色，你现在会渗入多深呢？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北方，你就看到加萨走廊这边是以色列，然后福特号就停在这里，那你是想要把加萨走廊给围起来吗？现在到底你们的态略、你们的战略会是什么？而哈马斯呢说，其实在这一次第一波的海陆空的发动攻击之前，基本上埃及这边他们说了，他们有多次的在警告对方。以色列呢就都低估了这么一件事情。埃及的情报官员讲了，说以色列确实大家都说他们情报很厉害，可是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有发现，说规模会很大，很有可能巴勒斯坦这边会提出攻击。以色列这边呢低估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而哈马斯这边呢也有消息传出来说，其实呢是一个欺敌的连环计，也就是说，其实他们第一时间呢放出了一个消息，是
告诉以色列啊，或者是其他的媒体说，我们基本上是需要生活的，所以呢，生活在加萨走廊这里的人，他们要生活赚钱，他们就必须要往外走一点点，再靠近以色列这些的边境地区，比较能够打工赚钱，他们也不愿意发生战斗。另一件事情则是说，在发动攻击之前，基本上消息很闭锁，就连军官都不知情，所以呢，才会让这一次的袭击是真正的袭击，因为很少人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好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息在国际间，大家普遍的在讨论着这场战火什么时候能停息？这场战火到底谁会加一？中方目前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很直接的讲了，希望能够停火，让两方好好的谈。但是却看到这个讯息说，中国跟巴勒斯坦长期友好，甚至还有美国的媒体在报道，说是不是华为你们这一次的这一些系统啊，也是有给哈马斯来使用？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您认为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在指涉中方在这一次事件当中也有角色吗？回过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介大使，原因是因为人命啊。好，战火没办法停歇，可是目前已经在加萨走廊，甚至呢，在两方以巴双方都造成了非常严重死伤。纳坦雅胡是以色列政坛最鹰派的一个政治领袖哈，他是最主战的，所以这件事发生以后，尤其发生在他的任内，他反应非常强烈。他说要这个踏平这个整个的这个加萨走廊。那加萨走廊其实是很小一块地方，大概比台北市也不用大不到2倍，就有200万人口，200多万人口啊。那你要把它扫平的话，踏平的话，那就是200万条人命啊，这些人没有地方去啊。那事实上，现在这个加萨走廊已经受到以色列空军啊，还有飞弹的这种密集的攻击了。那而且以色列已经展开对加萨走廊的这个停电、断电、断水，还有断绝粮食、断绝一切的这些物质的资源。所以现在加萨就是一个孤城，在里面老百姓没水没电，然后没有食物，然后呢也没有医疗用品。然后大概目前这个估计的死亡是690人，3700人啊，基本上大概都是平民，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密集的，是一个高度城市化密集的一个地方啊。那你这种用飞弹或者空军的火箭攻击啊，你很难分得出来这是民宅还是军事设施。那200多万人口里面，这个哈马斯人家估计大概就是2万人。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加萨走廊里面的巴勒斯坦这些居民啊，他也不是都支持哈马斯这种激进的作为的。可是现在问题就变成以色列这个报复行动啊，事实上是好像是无差别的事，而且造成民众的人民的平民的惨重的伤亡。这个数字我想会不断的增加，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就是比较愿意两边都报的，就是报道了现在在这个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老百姓的这个状况是非常的凄惨，很多人这个全家都被炸死了，然后很多社区整个被毁掉。所以如果说这种情况继续的话，那我想就是说，不只是像黎巴嫩很多回教国家会引起公愤的，那会怎么样发展，我们也不清楚。不过就是说，这个情势是非常的紧张，就是了。是，但是也想要请教赖老师，你怎么样来看？白宫这边讲了说，他们现在没有会直接的进驻，陆军进驻，地面部队进驻，但是他需要的东西我会给他。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说？白宫他现在的态度？目前，美国领导了 G7， 除了日本以外，所有的基督教的国家全部都支持以色列对于哈马斯的军事行动。美国也要求他的中东地区的盟国跟他站在这边，都被拒绝了。所以很明显的，在穆斯林的整个世界，逊尼派的原来跟美国比较亲近的这些国家，他跟什叶派是站在同一个阵线，就支持了巴勒斯坦，而且要求要恢复到1967年联合国的决议案，
也就是以1967年联合国决议案的巴勒斯坦的领土为界。那换言之，也就是要求以色列必须要归还他所占领的这些非法所得的领土，这以色列是不可能接受的。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他们主张要双方了，这不是单方，双方就立刻停火。但是在什叶派这个部分里面，他们是支持肯定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军事行动，所以什叶派的穆斯林是更为激进，然后逊尼派的穆斯林是主张双方都要停火。那看起来这个以色列是会继续进行军事动作。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的态度很简单，就是一定在这一次中要彻底的那么削弱哈马斯，如果可能就把整个哈马斯的这个组织把它瓦解，如果不行，至少让它几十年都不能够再恢复生气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你想，就有2种方法可以做，一个就是不断的空袭，但是这个空袭的有效性是很低的，而空袭造成的其他的无辜百姓的杀伤是很高的。这样的情形，画面一播放出来，会激起更多的穆斯林的反弹、的生气、的愤怒，包括在基督教世界生活的穆斯林，他们也会站出来反对，而且也会表达他们的愤怒。那因此，必要采取的一个不得不，但是却很困难，而且也会造成以色列军人相当程度的伤亡的，那就是地面部队进入加沙走廊、加沙地区。可是加沙地区他们是长期以来被以色列人关在那个地方，对，230万人才住在300多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地方。可是它是太贫穷了，它的生活水平$650，太低了人均，而以色列是5.2万，一个生活在天堂，一个生活在地狱。然后以色列把它整个封锁围住，有人称之为露天的大监狱，因为你一生下来就被困在那里，一直到死亡就被困在里面。坦白说，生活在里面的人感觉到绝望，他们想把围墙推倒。那因此，我们看到这次哈马斯的主张就是推倒这个围墙。那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之间如果开始厮杀的越来越激烈的话，人质的安全当然就越来越没有保障。可是问题就在于，当巴勒斯坦的人如果死亡越来越多的话，会引起其他的穆斯林国家，它变成要不要介入的问题。它内部的人民会要求他要介入。如果埃及介入了，叙利亚或者是黎巴嫩等都要介入的话，那该怎么办？以色列该怎么办？所以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那个地方就是牵制这些国家，说不要轻举妄动，你们不要动，然后由以色列跟哈马斯自己去处理，你们其他的国家不要介入。可是问题是能不能有多少有效，我还是怀疑。为什么？因为伊朗跟黎巴嫩的真主港，还有伊朗的民兵现在在叙利亚内部已经往周边移动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伊朗的民兵组织不会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跟他们作战？目前都要观察。是，老师刚刚特别提到了哈，就是在周边这整个局势的发展，因为呢，他现在看到这个福特号已经开到这个地方来了，哦，在这个地方，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刚刚提到了黎巴嫩真主党现在是不是也开始有出现了一些攻势？同时呢，在旁边叙利亚这边，好，这边呢是有也许伊朗这边的民兵会开始有一些蠢蠢欲动，那整个地区上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一局？请教李将军。我这件事情礼拜6发生的时候，我就严重怀疑这是纳坦雅胡的一个阴谋，因为摩萨德，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啊，他多厉害的一个情报组织。我先讲几件事情，你想想看，他可以从伊朗那边跑那么远到伊朗那边，把他的核资料半吨重的纸张偷回他自己以色列本部。然后第二个，他那种仇恨，他那种有仇必报的那种心理，那是绝对是这个天涯再远，他虽远必诛，对不对？慕尼黑奥运的时候，很多的奥运选手，以色列选手总共有12个被这个哈马斯组织谋杀了嘛，暗杀了。他再远再久，他都把这几个人全部找出来，然后全部暗杀掉。对，然后甚至于说是在更早之前，当初在犹太人在
德国那边被虐杀的时候，在虐杀那些犹太人的那些首领人物，他都跑到中南美洲，躲到中南美洲，他把他抓回以色列公审，然后判处死刑。所以摩萨德多厉害！那你想想看，这次来讲，5000枚的火箭，怎么可能说摩萨德会不知道，对不对？而且这种是土制火箭，它是用水管装的。你刚刚看到那个烟它是黑色的烟，它为什么是黑色烟？因为它是土制的。它是用一些肥料加一些糖，就做成那种火箭，再加上发射架，你看这数量有多少？对，5、6千枚以上。那摩萨德怎么会不知道？那今天这个消息出来说，埃及有警告这个纳坦雅胡，那纳坦雅胡怎么可能会置之不理？所以我觉得说，纳坦雅胡根本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故意让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个，纳坦雅胡现在目前来讲，他是面临政治上面他的司法改革，面临全国性的一个大型的抗议，甚至于酝酿罢工，对不对？在这种状况下，这是他面临政坛上的危机，他需要一场对外面来解决、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一场战争。第二个来讲的话，他也希望他是极右派，他希望借这次事情发生之后，来把这个所谓哈马斯甚至于加沙走廊彻底扫平。那他怎么样来彻底扫平？也让他师出有名，可以做这些事情，让美国那些西方国家不再同情这个加沙走廊地区的这些民众，他又让你加沙走廊发射一些飞弹嘛，然后对我民众造成伤害，我现在就师出有名来攻击你嘛。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曾经怀疑过说珍珠港事变美国罗斯福总统根本就知道这件事情，他为了要参战，所以说他就故意让日军去偷袭珍珠港，然后让造成民众仇恨，然后国会彻底的通过说对日本来开战。我觉得这次是不是纳坦雅胡也有同样当初罗斯福这种心态？我利用这机会，我本来就极右派，我利用这次的机会，我就趁机来扫平。甚至于美国的拜登知不知道？美国拜登，我想他一定知道，所以他这时候把航舰派到这边来，他就监视你这几个国家，不管是黎巴嫩啊或阿富汗这些国家，你都不要轻举妄动。是，在整个局势的发展，我们后续会持续带你来关注。但是现在在这个当下，到底美中双方他们各是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等等广告回来，我们要继续来谈。好，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来看到微博上头，不管是百度啊、微博啊、头条，大家都在讨论，就是在旧金山的中方领事馆，竟然呢被一辆车突然的冲进去。带您直接看这个画面。好，这个画面就看到一台蓝色的车子，然后呢就直接冲进了在旧金山的这个中国的领事馆。没错，画面当中右边那边就是一台车，直接就撞进去。大家开始来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时间这个汽车攻击，当时的驻卫警呢已经赶紧的先来控制现场，同时呢这个驾驶呢后来就也因为这一件事情之后呢，下一秒被击毙了。好，可问题是整体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事件。但是呢，大家想知道的就是后续美方是不是应该要给个交代，给个调查。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中美双方现在习近平见了舒默。好，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舒默呢，他现在在北京访问，去之前说他要见习近平，后来他真的见到了。那习近平直接告诉对方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给搞好，我们没有任何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给搞坏。舒默呢则是提到了以巴问题，他同时强调说要敦促中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谴责他们的懦弱还有恶毒的攻击，同时也要求中国要利用他们在伊朗的影响力来阻止战火蔓延。好，大家开始在思考这么一件事情了原因是因为呢，其实要知道中东今年大家才开始在讨论，3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斡旋了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断交7年，好不容易重新复交，签署了协议，大家开始在说中东是不是迎来了一片和平之春。后来呢，美国说我们也要来促进中东的和平，所以你就看到呢，这个以色列这边说要跟沙烏地阿拉伯开始来磋商建立外交关系，结果讲没几个月，现在呢以巴之间的问题让中东这边的局势
突然大变。好，您看到了是阿拉伯国家的这个联盟，他们的外长其实呢上个礼拜曾经开会，他们呢在之前开会的时候讨论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侵略加萨走廊。好，当时呢布林肯呢他曾经有讲了，说呢其实呢在事件发生之后，他有让一些阿拉伯国家谴责哈马斯，但是他们都没有照着做。好了，可是问题是，他曾经跟沙特的外长通过电话，沙特呢则是拒绝以平民为目标，同样没有谴责哈马斯的攻击。同时呢，也因为这一起的行动，有没有可能就让先前美方他想要斡旋的这件事情全面喊卡？目前看来，中东的局势想要稳定下来，真的没那么简单。原因是因为这起事件不只是在中东这边发生，对于当地的人民造成影响。在美国这边呢，其实时报广场已经变成了第2战场。带您看这个画面，好，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时报广场的两方，那一边呢聚集的是以色列的支持者，另一边聚集的则是巴勒斯坦的支持者，两方就直接互相叫嚣。好，甚至呢现在亲巴勒斯坦这边的人呢，他直接就把国旗给烧了，美国国旗给烧了，因为他们很生气，说你们为什么要支持以色列？那同时呢，亲以色列这边则是开始在唱着以色列的国歌。好，这些事件就在美国的时报广场的两边在进行着，这其实象征着是一种情绪，这个情绪目前正在慢慢的堆叠升高着。以巴冲突呢，看起来现在重挫了，拜登他想要在中东这边推行他自己的中东和平等等的外交愿景。那对于这个沙以关系的正常化，目前看起来不太可能了，应该不会有接续的发展。算不算是拜登的一个重挫呢？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美以之间的关系近几年也有一些变化。那这一局对于拜登来说，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比较合宜？回过头请教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中国驻旧金山的领事馆突然被开车冲撞？对，这个应该是美国政府要负责任的。为什么？因为照这个维也纳外交领事公约哈，各国的这个外交领事机关啊，这个是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嘛，所以它是维也纳外交领事公约受国际公约保护的一个外交机构。那驻在国应该对这些机构提供完整而且非常全面的安全保护。那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应该是驻在国，也就是美国政府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他必须要提供让这个任何国家在美国的这些外交机构的基本的安全。所以发生这种事的话，我想美国政府应该会采取各种的这种怎么样，应该是必要的措施啦。不过这种看起来就是一个突发事件啦。那美国方面也有报道，美国的媒体也有报道，然后呢，美国媒体反应蛮快的，他特别提到说，这个发生这件事情正好在下个月，旧金山要举办这个APEC 的峰会会不会？他没有说会造成什么影响，不过他就是说，他特别提醒读者这在旧金山下个月要办这个峰会，那突然发生这件事情，提醒这件事情会不会引起11月的峰会有什么特别的关切啦？不过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一个个人的事件吧，因为美国这种事情也很多那么旧金山的这个中国领事馆也多山多难，2014年照这个美国的媒体发现也发生过一件这个枪击事件，也是发生在这个总领事馆。我想这显示美国本地这个治安事实上是有问题了。那现在就是舒梅尔见这个习近平我看所有的报纸都没有说他有跟习近平当面提这个以色列的问题。那么不过报道是说舒梅尔见了谁呢？见王毅的时候，他有跟王毅表达对以色列的关切。你知道舒梅尔他本人是犹太裔的，他是纽约市的选出来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他已经做了20几年参议员影响力很大。那当他是作为犹太裔的，他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有表示，就做出这个报道说他跟习近平讲这件事是 Wall Street Journal。那舒梅尔有名的，他跟媒体的关系都很好，所以这篇报道我觉得对照其他的报道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是唯一这样讲的。好，
那我们要请教赖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这起事件，大家开始讨论的是对于拜登他的一个外交的影响。我觉得，中国大陆接见啊，这个美国来的参议院的2党的政治领袖，对，因为他是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政治领袖，我觉得这个都是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中方在沟通这个部分门是开的，但是希望沟通是有效的，而且更希望沟通是言而有信的，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那对于参议员来说的话，那当然参议员因为他没有决策权，他有提案权，有这个法案的通过权，但是呢，做不做在行政部门，那会不会言而有信或者无信也在行政部门。不过我觉得中方也都很清楚知道，他们这一群参议员来的目的之一是在帮美光说相啊。那我也注意到了，今天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啊，他在今天公布的消息是，他昨天跟苏莫他们会谈的时候，就提到了有关于安全的定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因为安全的理由，所以对于美光那么禁止了。同样的道理，美国也因为安全的理由，对于大陆的华为啊、中兴或者是长江储存，或者是很多的企业都禁止了。那中方的主张是说，我们的定义应该要一致。那定义都一致的话，美光可以解除的。那对于中方的相同定义的企业，也都应该可以解除。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彼此在交易了。那所以如果最后美光解除的话，那很明显的，美国也必须要解除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的限制的问题。那这些参议员回去以后，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他们就要去跟雷蒙多好好沟通了。那雷蒙多就必须要对于安全这个部分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双方都可接受的定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中美往良性的方向走一步。我们也期待这个现象来，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蔡英文为了要满足美国的期望，压迫台湾的企业厂商。我们现在有4家厂商被彭博社点名，现在要被调查。坦白说，岂有此理？欺负台湾人，欺负台湾的厂商，可以欺负到这个地步啊！来请教一下厉大师，我想说，大家注意到这句话哈，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周3要开会，讨论以色列侵略加沙走廊。这第一个我要特别说明的，这些阿拉伯国家联盟其中有一个国家就是巴勒斯坦。所以他这个外长他会去参加这次的会议。第二个我请大家注意，就是说他用的名字叫以色列侵略加沙走廊，所以很明显的从这句他们要开这个会里面，从这个就可以感觉得到整个阿拉伯国家，你这次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等于把整个阿拉伯国家又打成团结在一起了。他们本来还有分什么什叶派啊、逊尼派的，其实加沙走廊这边的这个阿拉伯人，他们本身是逊尼派的。可是现在包括伊朗都要支持他，对不对？伊朗是什叶派的，甚至于连阿富汗，对不对？好，这个他这个塔利班，说要借到伊朗去帮忙打以色列。所以说从这些局势里面看起来的话，这一局没有那么快可以结束了。因为美国来讲，你看在第一时间，美国现在包括苏莫，甚至于英国、德国这些西方国家，马上站起来谴责这个哈马斯，但是这个阿拉伯联盟国家马上站起来说你是侵略加沙走廊，可以看起来这次来讲的话，可能双方来讲可能争议会很大。那我回到讲这怎么解决？我觉得我是认同中国提出来解决之道，就联合国当初提出来的2国论，我觉得这才是双方来讲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和平来解决。去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接见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总统了嘛，就已经去访问接见过了。那本来年底的时候，这边纳坦雅胡也要到中国去访问，那是不是美国中国来讲，他就希望说，我见你这2个国家，如果这2个地方能够以色列这块地方能够获得和平的话，事实上这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来建交都不是问题。那会不会有美国就没办法来接受这种事？因为中国势力就已经确实就进入中东地区了。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我觉得这一局来讲的话，其实后面有很多国际上的
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老师燕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燕莹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10月10号国庆日，再一次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好，原因是因为我们担心大家不知道今天是中华民国的生日哦。毕竟呢，今天很多人在凯道看到的是台湾 National Day， 而蔡英文则说了，这个将是他任内最后一次的国庆。同时，在今天他也再一次的提到两岸关系，听听他的原话。我要再一次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蔡英文再次的强调，没有说不跟对方对话，同时他也说，希望呢大家能够有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互动基础，还有再一次的强调和平共存。好，可问题是，先前呢针对于这件事情，也就是 ECFA 两岸的壁垒调查、贸易壁垒调查，到底有没有可能提前先来结束整个调查？目前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大陆的商务部这边已经讲了，会延到明年大选的前一天才公布，原因是因为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好，到底有没有可能先停掉呢？这件事情当然很多人预测会对于明年的大选造成关键性的影响。那这个消息一发出来之后，行政院这边直接的回应就是，台湾这边从来没有违反过 WTO 规定，真的违反规定的指责是对岸一直在违反。好，可是问题是你必须要先做好防范，如果真的被停掉，对台湾的冲击是什么？目前经济部告诉我们了，说这个冲击呢将是205亿美元。好，这个呢会占我们去年出口的这个数额大概4.3%，是4794亿美元。在两岸之间当中，特别是在经贸上头，很多人认为也会牵扯进美国的影响因素。毕竟目前中美双方大家都知道，贸易战没有停之外，又多了科技战，甚至有半导体战。好，现在呢，大陆的媒体就有说了，说如果呢我们真的是要在科技或者是半导体战这边选边站的话，影响会更大，因为先前不传出了吗？说台湾有4家厂商是不是在帮助华为这件事情呢？说台湾这边也有启动调查，他们就讲了，如果真的是配合美国来做这些调查的话，这个是拿两岸经贸关系开玩笑，影响的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影响的会是全面性的结果。别忘了，台湾有很大的一个贸易顺差来自于对岸，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两岸之间另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来大家最常提到的就4个字：兵凶战危。台湾呢，现在也在蔡英文总统他的领导之下，说国防战力这个必须要跟上，所以现在呢，你就看到了美军的教官都进驻到我们屏东东岸的营区了。最主要就是我们先前跟美军这边购买了100套400枚的暗制型鱼叉防卫系统。好，现在呢说要让美国人来教我们怎么使用。那因为他们住进来了，所以他们对于他们基本的生活设施啦、训练设备啦，都会有一些基础的要求。这个都必须要按照人家的标准来走。另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前建国造的事情。前建国造呢，在今天蔡英文的国庆文告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因为他强调这是他任内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绩。但是大家想问的是，明年要选的是赖清德，那你呢？你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呢，大家也看到了，他是总统候选人，他当过行政院长，他曾经也在立法院里面国防委员会参加过这类似的讨论。他应该都知道，那就想问了，你对于前建预算的谈话，你到底有没有搞得清楚？还是说你只是认为立委在挡预算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不应该，你只强调这件事情，又或者你真的知道内容，但是你不想告诉大家
事实的真相。因为呢，到目前为止这一件事情呢，大家就在问两岸的战力了。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前建国教，你很少听到对岸有什么样的发言。好，因为人家走在很前面，特别现在呢，在中俄双方，西方评估了说很有可能，因为俄罗斯呢跟中方这边有更多的技术型的接触，所以会让他们有突破性的发展，甚至他们认为了解放军海军的096型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2030年前会服役，有可能呢它会有突破性的提高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会是一场噩梦啊。原因是因为它有机会会变得更难以被发现，那就是技术又进一步的突破了。俄罗斯这边呢，《纽约时报》则说了，他们也有武器上面技术性的突破，特别普京还直接讲了，我们现在有的是中美都没有的末日武器。而这个武器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海燕核动力隐形导弹。据说啦，卫星拍到了，就是在北极圈的发射台这边哦，说很活跃的，持续的在演练当中。他们就直接讲啦，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很有可能是可以在全球的范围内执行打击任务的。北约呢，它是用这样的 Skyfall 这么一个讲话。形容词来形容这一款海燕的隐形导弹，原因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可以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在雷达上面，你很有可能看不到它。想想这会是有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到底之后的两岸或者是世界上面的军事武器布局，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甚至回过头来请教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在今天10月10号的国庆，蔡英文再一次的强调，两岸之间他希望可以互动，同时都能够接受和平共存。我想就是说，在蔡英文这个8年的任内大概已经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了，就是两岸一步一步走向兵凶战危啊，这跟他呼吁的、跟他讲的都不一样。而事实上，蔡英文虽然嘴巴讲和平，可是他把台湾的这个国防卫预算从3000亿提到6000亿，然后呢完全倒向美国一边，这些都是对于台湾海岸的和平两岸的和平是非常负面的作为啦。所以我觉得，听其言观其行，基本上蔡英文这个8年的两岸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政策。两岸不但关系没有好转也没有这个建设性的发展那么政治对谈更没有办法展开，而更一步一步陷入兵凶战危。而他在他的任内中国大陆几次对台的这个军演都是远超过过去很多年的这种规模。现在事实上我们台湾在蔡英文的这个在蔡英文之下已经从一个和平的一只岛真正变成全世界最危险的一个地方，这是去年这个《经济学人》讲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讲什么和平我们看的是现实。那他事实上对不起台湾，对不起台湾人民，他把台湾人民带到战争的边缘，然后呢，把台湾人民难得的这些纳税钱没有用于重大的这些基础建设，没有用于改善年轻人的怎么样这个工作环境，然后工作待遇大量投入这些军事装备而且都是投到美国那边破坏军事装备，这些跟他今天讲的话在今天听他讲这些话，感觉是格外的讽刺格外的讽刺。不过我觉得他已经是慢慢已经变成局外之人了啦，他反正自己也躺平了，他应该很高兴明年他不要主持这个典礼讲一些唯心之论那今天这个典礼是在一个很奇怪的状况之下，是庆祝台湾 National Day。那这个台湾 National Day，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你庆祝什么国庆日呢？请问他台湾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有宪法吗？那它成立的日期是哪一天呢？是不是？所以就变成他把我们自己的认同也搞得非常混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又要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不和平，两岸搞得这么动荡，嘴巴里讲的全部是反话。我觉得他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口是心非吧。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坐在那个他这次也参加他的这个是他副手的那个赖清德台独的金孙他才是台湾比蔡英文更危险的一个角色。我们台湾的未来很可能会毁在一个
赞扬台湾独立万岁的一个政治工作者啊，一个务实的台湾工作者。我觉得今年过这个双十国庆日感觉格外的心情的沉重啊，没有一点喜悦之心。另外一方面讲到这个大陆的贸易壁垒调查还有跟停掉 ECFA， 我想这个观念上，我在这边想跟各位这个澄清一下，这两个不同的观念是，贸易壁垒调查是贸易壁垒调查，对 ，ECFA 是 ECFA， 两个是没有两回事情。贸易壁垒调查，因为台湾单方面禁止了中国大陆2400多项的产品，这个大陆的产品进入台湾市场那这个照目前的这个国际贸易法规来讲，是违反国际贸易法规的规定的。是，因为双方都是这个 WTO 的会员你没有理由的话，你不能禁止别人的货品进口。这样子是一个违反 WTO 规定的。那 ECFA 会不会终止呢？看这个 ECFA 16条的终止规定写得很清楚，任何一方只要提出书面的通知30日之内，双方要展开咨商。如果呢这个咨商没有结果，在这个提出终止的通知的那个提出的日期的第180天，这个ECFA 就自动终止了。所以即使中国大陆今天提出要终止咨商，也不会立刻停止，对，也是要180天以后。所以这跟这个贸易壁垒调查完全两回事。我认为贸易壁垒调查即使调查出来的话，它也会做 WTO 的这个争端解决管道，不会跟 ECFA 有直接关系。就是 ECFA 这边，其实大陆这边他们是有绝对的这个决定的权利他们有决定的这个想法，他们就可以来执行。好，可问题是回过头来，我们要请教赖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蔡英文他今天特别强调了，这是他任内最后一场的国庆文告，那他也提出了很多，包括他的政绩啦，他也特别强调了前建国造，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也是他重要的一个政绩之一。但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样多的军事消息，你怎么样来看？对台湾来说，代表着什么意义？前建国造的弊案还没有查清楚所以蔡英文先把我们的潜舰的弊案先把它理清楚，因为目前吵得沸沸扬扬的。韩国几位工程师可能已经违反了韩国的法律那目前已经传说韩国政府可能要采取行动，有人说他们已经开始被调查了，有涉及弊案的问题涉及泄密案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这些弊案。郭喜他们本身跟马文君，还有本身黄曙光等那么这些丑闻、这些弊案，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公诸于世界大众。这个叫政绩，这个厉害。第二个还没下水整个潜舰都还没有泡进水里面呢，然后还能泡多少公尺，没有人知道。这叫做政绩。谁？坦白说，像我今天是完全一个字都没有去听蔡英文在讲什么。原因很简单嘛，谁理他？讲的话空洞。台湾的他讲什么？我今天刚看到了，台湾的民意共识。民意共识怎么来界定？就台湾民意共识怎么界定请问蔡英文，现在没有人理你，你的共识在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对话为程序？对话就是对话，民主就是民主。那民主对话，那是什么叫做民主？我们现在对话算不算民主？是吧？是吗？不是吗？我们两个讲话都算民主。那苏墨跟那个习近平的讲话算不算民主？是吧？不是吗？对嘛？那这个是什么空话嘛？叫什么鬼话嘛？永远在讲空话，永远讲鬼话，因为永远要当读稿机，永远不知道别人写的是什么东西，而且写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反正就是文青的东西把它塞一堆，这样就好了。反正就是永远就是民主，什么东西就是讲民主就好。水果也可以讲民主，芭乐也可以讲民主，香蕉也可以讲民主，连潜舰都可以讲民主。这是民主潜舰这是民主潜舰这个不要忘了民主潜舰连那个莱猪也是民主，民主莱克多巴胺猪。流向到哪里不知道，但是民主流向都不知道。好，什么叫维持现状？你的维持现状是当你在选举的时候，马英九当时在新加坡跟习近平达成的共识，9·2共识，在当时你说是维持现状，那当时是有9·2共识
那在你任内都没有九二共识，所以不要又在糊弄又在骗了啊！骗了已经让我们够烦的。赖清德语无伦次，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赖清德搞不清楚这个潜舰已经搞了3000多亿下去，一般估计可能要花1万亿啊的1兆多的台币下去，他都不知道。那这个副总统该打屁股，这个总统候选人不够格啊。不过我要讲一下，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的核动力技术是相当的前进，相当的先进。如果他们真的把核动力做成导弹，那这个绝对会是美国人的噩梦。是要请教一下李将军啊，我们就真的这一题再持续的问下去，因为您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俄罗斯他们这个海燕核动力隐形导弹，普京讲的是中美都没有的末日武器，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海燕核动力，我觉得俄罗斯真的是匪夷所思，居然发明出这种东西出来，那不是它是怪物它因为它的动力是核子的，那你想想看，一个有核动力的东西在天上飞，而且离地面只有6公尺。然后它可以在地球上面飞好几天，甚至1个月以上，在地球上面飞，每个角落它都可以飞得到。它可以在海面，可以在陆地，而且离地面在5、6公尺。然后一下去就是一个核爆炸，那你想想看它是不是怪物？所以说这个海燕级，如果说真的是俄罗斯发展出来的话，俄罗斯它一直是发明这些很奇怪的东西。它海底的波塞冬也是核动力的这个动力级的这种鱼雷。那打到美国西海岸来讲的话，不管东海岸或西海岸，就造成一个大海啸，大概整个舰队，包括整个城市就毁掉了。那这个现在它除了说海底之外，它还在天上飞。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这种核战一直在天上飞好几个月，那你想想你会不会怕？它飞到哪个角落你不知道。那我特别要讲说，中国这次发展出来的096的核潜舰，潜舰有2种，一种叫攻击型，就像是美英澳他们现在做的奥克斯那种潜舰，它属于攻击型，也就是说它是攻击海底的潜舰或者攻击水面的舰艇为主的这种核潜舰、核子动力的潜舰。另外一种叫战略型，战略型就是说它是发射核子导弹的，叫战略型。那美国也是有这2种，中国有没有这2种？有093就是攻击型的核潜舰。那094目前来讲，094就是战略型，它带的是巨浪3型的核弹头，带12发，这是094。那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是094，它的缺点在什么？就是因为它要装那个巨浪3很大一颗的飞弹装进去，那高度来讲超过它的舰体本身，所以它就有一个龟背的设计就凸出来。我们那天看这个北韩他们朝鲜那条潜舰下水，它也是凸出来一块，它就是为了装核弹比较高。但是这种设计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在水底那个噪音很大，流体动力力学噪音很大。在这种状况之下，它就必须要加以改进，因为你很容易被声呐抓到嘛。所以它现在发展新的，那这种094，中共现在目前建造了6艘，它已经实施战备执勤了。虽然说它噪音很大，可是它对美国来讲还是很大一个核威慑的一个力量。它现在096制造出来以后，它增加这个，不管是俄罗斯提供给它技术，还有它自己科技的研发，它可以减少很多噪音。它现在来讲，核导弹可以带到16枚，目前我们知道了可以带到16枚，它攻击力更大。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它可以在冰层下面发射，它可以开到北极海那种冰层下面，在那边发射核导弹。那你想想看，你怎么去抓它？你根本就没办法抓它。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它核威慑能量会更大。就是它的守备范围更广了。到底美中之间呢？现在大家看到了武器，包括俄罗斯各式各样的先进的武器都出现了，但是大家其实不想看到战争。等等回来要带你来看到以巴的最新发展。